法律小常识，侵权法一。大家好，我是 Alic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会浅谈侵权法的其中一个关键要素——疏忽侵权和精神伤害。假设有一情况 ，Kelly 和他的狗、他的伴侣 Mark 和他6岁的儿子 Michael 一起走在路上。他们走在一个繁忙的路口旁边。Sally 开住一辆非常昂贵的汽车，在路上行驶。Sally 有驾驶执照，并为这辆车投了全额保险。突然 ，Sally 看到一辆救护车在她身后，救护车在闪烁灯光，警笛声响起。Sally 惊慌失措，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驶入路口的拐角处，登上路缘时撞上 Mark， 险些撞到 Michael。由于受伤 ，Mark 留下了永久性的脑损伤。1个月后 ，Kelly 无法入睡，也无法停止思考，如果 Michael 也被车撞会发生什么。现在让我们做简单个案分析。当发生了疏忽侵权，会招致任何责任，由谁对损害负责，以及他们需负上的责任程度。在这情况之下，谁是主要受害者？谁是次要受害者？而 Kelly 的精神损害能否得到赔偿？基于持牌驾驶员应达到一定的标准，因此 Sally 有责任在道路上保持安全驾驶。Sally 看到救护车接近时，应该放慢速度，但她没有这样做，她明然违反了职责，没有达到规定的注意标准，造成他人严重的人身伤害。这次受伤的风险是可以合理预见的。Mark 严重受伤，是主要受害者。Mark 将能够满足事实和法律原因，并且他很有可能在概率平衡上证明被告 Kelly 存在疏忽。Kelly 极有可能会因疏忽导致他的身体受伤而被提出索赔。至于 Kelly 是否可以做出侵权索赔，是不确定的。Psychiatric harm 精神伤害需要在可靠医学证据支持的可识别和公认的状况才会被承认。Kelly 不会被归类为主要受害者，因为他没有直接受伤。然而，他确实亲眼目睹了整个意外的发生，因此他可以作为次要受害者而提出索赔。次要受害人 Kelly 需要证明其精神状态的变化是由恐怖事件引起的，在发生事故后需立即前往被转介到精神病院就诊。然而，Kelly 出现症状迟缓，有机会说明他的病情和事故之间并没有因果关系。然而 ，Michael 差点被 Sally 的车撞到，他或可以被定为是主要受害者，因为若在身体伤害、差点受伤的情况下，可以解释为主要受害者之一。基于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可定义为 close tie of love and affection。爱与感情的紧密联系。若 Michael 的母亲 Kelly 因害怕伤害 Michael 而患上公认的精神疾病，而成为次要受害者，这样可以合理的预见，由于 Sally 的疏忽 ，Kelly 的精神损害也属于 Sally 应该照顾义务范围之内，但 Kelly 必须通过独立的医学证据证明其精神损害因果关系。最后，由于 Sally 购买了车辆全额保险，因此 Mark and Kelly 的伤害索赔将代位给保险公司。有兴趣侵权法的朋友，欢迎在以下留言。很希望看见大家有趣的分析，记得向你的朋友圈传阅并 subscribe 啦。如果贵公司正面对驻侵权法的困难，需要商业顾问、律师团队为你解难，欢迎私讯我。多谢收看，再见。